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接下来会有几部影片是关于工具的介绍。因为我有看到留言区有人希望我可以介绍一下我所使用的工具，然后也有人发 email 给我，他也希望知道喷枪，然后工具的使用方式，甚至是工具的品牌。所以我可能会就拍个几集，专门针对我常使用的工具的介绍。对，那由于我是只有做日本海军，那也只做船，很少会去做其他的模型，所以我就是针对我做船会使用到的模型去做它的工具来做一个购买，然后使用。那当然就是介绍，也就是都是运用在船模上面的东西。那工具非常多，然后篇幅会蛮长的，所以我可能必须要拆成几段、几个影片下去剪接，然后还要再上字幕、再翻译给大家看。那如果还有不了解的东西，也可以发 email，寄一个 email 给我，或者是直接在留言区留言。那在我可以看得懂翻译的文字的这个情况下，我一定会尽力的去回复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介绍刀具。最先开始我们要把模型从框架上剪下来的时候，第一个是需要使用的就是斜口钳。那我所使用的斜口钳就是这3种。第一个是田宫的，它这个叫做双面刃。我们从最前面的这一端可以看到，它是两边都是呈夹角的这个状态来做个切削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切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被切削的这一面它是平整的，然后切削的那一面它是会成一个比较不规则的形状。然后田宫的这一支工具呢，它的耐用度非常的高，所以我在剪大框架的时候，我会使用田宫的工具来剪大框架。那再来呢，这一支是陪着我最久的一支斜口钳，这支它的寿命已经使用了大概6年了，那现在已经进入停产的状况，真的很可惜。它这个是台湾的一家 GIC 这家公司所制造的虎爪这个工具的名字，它是单面刃，这一面是平面，我们可以看它这一面其实是个平面，这一面才是刀刃，所以它是把零件抵在这边，直接切削过去，是这个方式。剪起来的声音就不太一样。那一样切削起来的面它会很平整，然后被切削的面也会比较平整一点。那如果我要修剪最细微的那一种注料口的话，我会用到迪斯派的剪钳。那迪斯派剪钳其实你说它跟它不一样吗？剪钳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会差很多，但是以刀刃的长度来说，迪斯派的会明显的长了一点，对不对？它是长了一点，而且更薄。这样打开之后，我们看刀刃，它是更薄的。所以有时候在剪细小零件的时候，这支工具伸不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换成使用迪斯派的剪钳下去剪。这个就是斜口钳的部分。那因为台湾这边会比较潮湿闷热，所以有的刀具都是会有生锈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使用 GIC 它所出的刀具的防锈油，就去保养你的刀具。那工具一样，它是会有寿命的，所以真的不行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就换成新的工具，
我们只能在能力范围以内去尽可能的去保护它，让它不要嗅到刀刃去钝掉这个方式。那剪下来以后再来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研磨阶段，对，或者是修整的阶段。那修整的阶段呢，我们就会使用其他的刀具，笔刀，这个是最常出现的东西。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天工，所以这支也是跟着我非常久的一支笔刀。那好处就是刀刃可以一直替换。那这家公司田工这家公司，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交由 OLFA 这家公司所代工生产的，所以 OLFA 大部分的刀片都跟田工的笔刀是可以对应的。那它就衍生出了非常多的刀头。那因为常常在做模型，所以我们的消耗量会很大，所以我的刀片就是一次买100片，就可以常常更新。就这个就是它的刀刃。一般来讲，我们去模型店选购的时候，只要它是配有笔刀的，它会付给你比较少量的刀刃给你做替换，就会附个小盒子。好，这边是新的刀片，然后取下来之后，旧的刀片就直接丢在这边，然后收纳起来，整盒用完之后才会去丢掉。那我们在做其他的修整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需要替换到刀刃这种东西。OLFA 这家公司是日本的，那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蛮多特别的刀刃，所以我上次看了以后，我就买了2、3种的刀片回来使用。一个是大的推刀，一个是小的推刀。这个是8 mm 的宽度，这个是8 mm 的宽度，这个是4 mm 的宽度。一样安装的时候，把笔刀头旋松，放进去，锁紧，这样就可以使用。就直接的、轻轻的，就可以把你想要修整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推平它，就是这样。A 就完全的推掉了。所以你可以买一支笔刀，然后很多的刀型给你选择。然后这种它是鹰爪的，可以在某一些伸不进去的小细节，或者是比较不好施工的地方，你去用刮的，去把上面的你想要移除的东西，或者是刻线这些东西，直接把它刮掉。看刮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爪钩式的这种刀片的使用方式。那我们在制作船模的时候，有可能会一口气需要推很大面积的细节的时候，你要重建细节的时候，我就会换上这种8 mm 宽度的刀片，这种平的刀头，就直接顶着一口气划过去，然后整个面就可以清干净。这个就是刀具，我常使用的刀具。好 ，OK， 完了以后呢，可能会进入所谓的修整的状态。
所以会使用到磨的产品，锉刀。那锉刀的话，其实并不一定要选择专用的产品啊，你这一般的五金行哦、工具店买的这种锉刀，它都可以使用啊。那不过你可以看得到，田工的这种锉刀，它相对的它的纹路就会细的很多，所以修整起来的话，它的表面就比较不会像这种粗砂的磨起来这么的划痕，这么的严重。所以产品是有差，那它可以用吗？可以，因为你后面你可能就会需要使用到海绵砂纸，或者是套装的砂纸来研磨你模型的表面。所以这个就是修整之后，修整的时候需要使用的东西。那修整完了以后，你可能会需要在上面开悬窗、开孔，那就需要开孔器啊。开孔器的话就是这样子，定位好了以后直接钻。那由于它是锥形的哈，所以你挖的越深，它的孔就会越大。一般来说，我现在会改变这个习惯，就是我找了个地方，我需要开孔的地方，我可能在那边转个2圈，等有了个印子在这边，你已经可以看得到你的标的的目标物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换成小的砖头来去钻它。那这个一样是 GIC 的产品，很多人都会使用手钻在钻这个产品，可是我是比较懒，所以我是直接使用电钻。它的电源供应一样是使用 USB 的接头。然后我们钻个最细微的贴蚀刻片会用到的 0.3 的钻孔，这一颗按下去了，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锁紧。那为什么我要推荐 GIC 的这个电钻？因为它很弱，打开了以后，转速过高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造成模型融化，你的孔整个会歪七扭八。那它的扭力很弱，就是你把手指捏上去，它就停了，放开它就转。所以我捏着它停了以后呢，我直接点在这上面 ，OK， 我就完成了我的钻孔。0.3 mm 的孔就打好了，所以它的扭力小，其实也是一个优势对我来说，因为我需要可以用最小的控制范围，就是手指头去捏它，它就可以停住。那又可以确保钻孔的时候，它有的手工具的精准度不高，它有可能会造成你在钻的时候会是这样，会这样。那你拿着电钻，你就是顶着它，然后手指头一放开，它就沉进去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部分在钻孔的时候，我会使用电钻的这个东西来去做开孔的这个动作。好，那刀具类的话，其实刀具是相当多的产品，包含有刻线的啊，然后研磨的刀具这些都有。因为我本身很少做刻线这个东西，所以我用的是这种最便宜的这种鹰爪钩。刻线的时候，我只是顶着它推过去，然后再多推个1-2次，让它的纹路稍微深一点，然后就往回拉。这样子你就可以制造一条比较深的
刻线的这个划痕。那我之前做的加贺的甲板就是靠这一支刻出来的，然后再来就是一样是 GIC 的产品，那 GIC 的这个产品的特性在哪里？有的时候你会需要研磨的东西是在很细小的空间里面，所以它出了这个研磨刀头，这个比较粗的啊，它是号数200。把刀头安装上去，再有很多细节哈，你的这边如果是有阻挡物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研磨它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一支伸进去。就是这样，所以它是可以帮助你在一些模型开模所留下来的合模线的这一些研磨，就可以靠它把它消除，或者是你后期要做的修改，也可以靠这种很薄的这种研磨刀片去辅助你达成这个工作。所以工具会日益更新，一直变更，一直变更，一直变更，所以就是会让我们大家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所以到最后，工作室的刀具、工具当然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刚刚所使用的产品就是 OLFA 这个牌子，它是日本制的纯日制的刀片，然后一般模型店比较好买到的田宫笔刀。那田宫的笔刀，它的特性在这个凸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笔刀会这样子就丢着，它这种多边形的设计，它不会让你的笔刀滚来滚去。到了这个点，它就会自动停住，以免刀具掉落到地上，还有可能会去插到你的脚，插到你的大腿。有的刀具它没有设计的话，就滚到地上去。对，所以尽可能的在挑选刀具的时候，挑选这种末端有做多边形的造型的这一种，像斯特利这个牌子，它也有这种笔刀，它就比较不会在桌上造成滑动，然后会去掉落到地上啊，可能砸到你自己的脚，或者是各方面的隐忧啊。那使用了 OLFA 的刀具，然后田宫的笔刀，再来就是台湾的这个 GIC 的砖头，还有一些保养液，然后 Despy 这个牌子的斜口钳以及田宫斜口钳，还有 GIC 的虎爪。对，那关于这些刀具的话，购买的来源就你们可能就去附近的模型店询问一下希望看那些模型店能不能够帮你们引进这些东西，让你们去购买使用。好，那刀具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一集，然后后续我再制作其他关于辅助工具类的这一些影片。好，谢谢各位。